今天这事儿啊，99%的人都看反，全网都在吵巴基斯坦派枭龙去沙特当保镖，挣点零花钱。我敢说啊，要是你也这么想，那你就被表象骗了个明明白白。你们以为的剧情啊，沙特王爷们怕伊朗打过来，花重金啊请巴铁当保安。这枭龙战机啊，就是用来站岗。巴基斯坦穷得叮当响，能挣点沙特的石油跟美金，何乐而不为？美伊谈判谈不拢，巴基斯坦去德黑兰凑个数，当个和事佬，刷点存在感。但真相远比你想的更阴、更狠、更高明。这根本不是保镖雇佣，也不是调停凑数，而是巴基斯坦下的一盘横跨南亚、中东的三维大棋。一手枭龙降沙特是敲山震虎，一手代表团抵德黑兰是居中直称，一手总理访中东三国是织网布局。孙子兵法有云：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。巴基斯坦这波操作完美复刻了这句古训，他不是在被动应对局势，而是在主动制造局势；不是在给别人当棋子，而是在亲手执棋，把美国、伊朗、沙特，甚至隔壁的印度三哥都圈进了自己的棋局里。本期视频大招给你们从正场子、当保镖、升格局三个层面，把背后的猫腻说透。我是白饭大招，欢迎来到老五记。首先咱们先解决第一个核心问题：大批枭龙战机降落沙特，真的只是为了给沙特当保镖？要知道，沙特王爷们有的是钱，要保镖为啥不找土耳其、埃及，偏偏找经济落后、军力不如自己的巴基斯坦？更诡异的是美伊二次谈判正在酝酿，巴基斯坦代表团立马抵德黑兰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枭龙降沙特根本不是为了守沙特，而是为了正美伊。咱们先捋一捋时间线。美伊酝酿二次谈判，双方分歧巨大。伊朗警惕美国出尔反尔，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。美国还在搞海上封锁，伊朗放狠话要反制，甚至要封锁波斯湾、阿曼湾的进出口。这眼看就要谈崩，一旦谈崩，中东战火再起，谁最倒霉？不是美国，也不是伊朗，而是沙特。沙特王爷们心里明镜似的，自己就是个软柿子，手里有石油，又有dollar，但没有战斗力。之前跟着美国混了，把伊朗给得罪透了。伊朗的无人机、导弹好几次都炸到沙特阿美的门口，吓得王爷们半夜睡不着觉。更坑的是美国这个大哥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他的林肯号、杜鲁门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全被压在波斯湾正面，忙得脚不沾地儿，连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哪有心思保护沙特？更打脸的是，沙特花重金买的美国铜墙铁壁防空系统，在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面前就是个筛子，漏洞百出，根本起不到毛用。这个时候沙特才明白，鬼谷子那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跟着美国混，不仅没占到便宜，还惹祸上身，成了伊朗的头号报复目标。所以沙特找巴铁根本不是找保镖，而是找正场子的大哥。巴基斯坦派枭龙也不是来站岗，而是来秀肌肉。秀给谁看？一边是伊朗，告诉伊朗，我巴基斯坦在沙特，你要是敢动沙特，就是在动我。枭龙的霹雳15亿可不是吃素的。另一边是告美国，中东的事儿不是你一家说了算，我巴基斯坦也要插个嘴。你要敢破坏谈判，咱就搅乱你的布局。这就是巴基斯坦的高明之处，借沙特的场地秀自己的肌肉，既挣了沙特的钱，又拿捏了美伊谈判的主动权。这就像《论语》说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巴基斯坦这波是义利双收，给沙特当保镖是利，调停美伊、掌握中东话语权是义。表面是地区和平，实际上是自己的战略布局。咱们再看第二个关键点，美伊谈判上强度，谈不拢肯定需要有人来镇场子。巴基斯坦代表团抵德黑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美伊都是大国，为啥偏偏愿意让巴基斯坦这个南亚小国来斡旋？难道巴基斯坦真的有这么大的面子？这就是第二个问题。巴基斯坦不是和事佬，而是美伊双方都能接受的缓冲带，更是传声筒。咱们先说说伊朗，伊朗为啥信巴铁？第一，两国是邻国，国土接壤，经贸往来密切，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，而且巴基斯坦一直保持中立，不依附于任何一方，这让伊朗放心。
第二，巴基斯坦背后有东方大国的影子。要知道，巴基斯坦的立场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东方大国的态度，跟巴基斯坦谈就是跟东方谈，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。再说说美国，美国为啥也愿意接受巴基斯坦斡旋？道理很简单，美国现在深陷中东战场，消耗巨大，已经打不起一场全面战争，急需一个台阶下。直接跟伊朗谈太没面子，找欧洲国家吧，欧洲国家又不愿意被卷入战争，纷纷避坑。找沙特吧，沙特自身都难保，根本没这个能力。而巴基斯坦跟美国有过军事合作，又跟伊朗关系不错，更重要的是，巴基斯坦愿意听他们说话，能帮美国传递消息，还能帮美国保住面子。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，以夷为质，以患为利。美国借巴基斯坦的手既能缓和与伊朗的关系，又不用丢面子，何乐而不为？而且你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？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10项停战条款，回应美方的15点停火计划。而美国提出的一揽子方案也是通过巴基斯坦传给伊朗。巴基斯坦这哪里是斡旋嘛？分明是美伊双方的秘密传话筒，是双方都认可的中间人。更绝的是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德黑兰，这时间点卡得刚刚好，就在美伊2次谈判酝酿、双方分歧巨大的时候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亲自带队，这不是凑数这是来正场子，相当于告诉美伊你们谈可以，但别耍花招，我巴基斯坦还在这看着，谈得拢大家都好，谈不拢我就出手搅局。这就让我想起战国时期的苏秦配6国相印，居中调停各国纷争，既不依附于任何一国，又能掌控全局。巴基斯坦现在做的就是现代版的苏秦斡旋，用鬼谷子的量权揣情之术，摸清美伊双方的痛点。美国想体面退场，伊朗想解除制裁保障安全，巴基斯坦从中斡旋，提出折中方案，既给了美国面子，又照顾了伊朗的利益，这才是真正的谈判智慧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家人要问，巴基斯坦这么折腾到底图个啥？仅仅就为沙特钱，为了美伊的认可吗？当然不是这就说到咱们的第3个核心，也是最刁钻的问题，战略层面的递进。巴基斯坦要的不是眼前的小利，而是全球棋局的话语权。咱们先算一笔账，巴基斯坦派枭龙去沙特，短期来看确实能挣不少钱。根据亚洲时报报道，沙巴两国一直在谈20亿美金的沙特贷款转枭龙采购合同。这次巴铁实打实的派兵保护沙特，相当于给这笔订单上了保险。不出意外，这笔订单很快就会落地。除此之外呢，沙特、卡塔尔还承诺给巴基斯坦50亿美金，帮他偿还债务，稳定外汇。这对于经济困难的巴基斯坦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而巴基斯坦算的也不仅仅是一笔账，而是10年大账。论语说无欲速，无见小利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巴基斯坦太懂这个道理，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印度，硬碰硬肯定不行，所以他没有困在南亚的小圈子里，而是跳出格局，把目光投向了中东这个能源宝库。接下来咱们拆解一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布局，分3步走，每一步都藏着大智慧。第一步，借机生蛋，靠沙特的钱壮大自己的军工业。巴基斯坦的枭龙生产线是中巴联合研制，虽然已经落地本土，但一直缺乏资金升级跟扩大规模。而沙特最不缺的就是钱，巴基斯坦给沙特当保镖，派枭龙去沙特实战，相当于给枭龙做了一次全球直播广告。中东国家有的是钱，缺的是靠谱的武器。看到这枭龙在沙特的表现，以后肯定会抢着下单，巴基斯坦就能靠军售反哺国内的枭龙生产线，提升自己的军事工业水平。这就是以战养战，完美复刻了《孙子兵法》阴粮于敌。第二步居中直称，靠美伊斡旋提升国际影响力。以前巴基斯坦在国际上就是个被忽视的南亚小国，话语权几乎为零。但现在呢，他能在美伊这2个死对头之间斡旋，促成双方停火谈判，甚至成为双方的传声筒。这一下子就从小国变成了全球瞩目的调停者。就像战国时期的郑国，虽然弱小，但凭借居中调停，在大国之间夹缝求生，甚至能影响大国格局。巴基斯坦现在做的就是现代版的郑国谋略，用斡旋换来了国际地位的提升，摆脱了以前的旧标签。第3步，织网布局，
靠访问中东3国打通战略通道。就在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德黑兰的同时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正在访问沙特、卡塔尔、土耳其3国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访问，而是巴基斯坦在织一张中东战略网。沙特是什么？能源大国。卡塔尔呢？天然气大国。土耳其是中东军事强国。巴基斯坦通过访问拉近与这3个国家的关系，打通中巴经济走廊加中东能源通道。以后巴基斯坦的能源供应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同时借助这3个国家影响力，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中东的话语权，形成南亚加中东的双重布局，彻底摆脱印度的围堵。说到这儿，咱不得不提一个反面教材——印度。隔壁的印度3哥天天把自己比肩中国、俄罗斯，鼻孔都翘到天上去，觉得巴基斯坦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永远追不上自己。可现在呢，巴基斯坦都已经竞争中东，调停大国冲突，挣得盆满钵满，印度阿三却连自己的能源命脉都保不住，只能在旁边干瞪眼。这就是战略短视跟战略高明的差距。孙子兵法有云：不谋全局者，不足以谋一域；不谋万事者，不足以谋一时。印度的战略思维一直局限在打压巴基斯坦这个小圈子里，整天想着怎么孤立巴基斯坦，怎么在军事上压制巴基斯坦，却完全忽略了地缘格局的变化，忽略了中东这个能源宝库的重要性。他花重金买先进的军舰、战机，却不知道怎么用这些武器维护自身利益。他标榜自己是印度洋霸主，却连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都掌控不了。88%的原油依赖进口，54%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。每一这一冲突印度慌得一批，紧急凑够了60天的石油储备，生怕被掐断能源命脉。这就是见小利而忘命，非智也，完美应对了鬼谷子里那句话。而巴铁恰恰相反，他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印度，所以不跟印度死磕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借助沙特的资金、东方的支持，一步步壮大自己，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实现了小国破局。咱们再回到核心问题美伊谈判谈不拢，巴基斯坦真的能镇住场子吗？沙特的能源安全真的能靠枭龙守护吗？巴基斯坦的战略布局真的能实现小国破局吗？首先，美伊谈判谈不拢，巴基斯坦绝对能镇住场。为啥？因为巴基斯坦手里有2张王牌。第一张牌是枭龙战机的硬实力，派到沙特的枭龙3是中巴联合研制的最新改型，搭载 KLJ-7A 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探测距离高达170公里，能同时跟踪15个目标，搭配霹雳15E远程空空导弹，射程超145公里，对付伊朗的老式战机跟无人机完全是降维打击。而且部署地点选在达兰空中基地，距离沙特阿美总部只有7公里，相当于把战机直接停在了沙特的能源命门，威慑信号直接拉满。第二张牌是东方大国的支撑，巴基斯坦跟中国保持着全天候友谊，一旦美伊谈崩，巴基斯坦背后有东方大国，不管是军事上的支持还是外交上的帮扶，都能让巴基斯坦无后顾之忧。其次沙特的能源安全靠枭龙守护完全够用。很多人觉得枭龙不如美国的 F-35、俄罗斯的苏35，但沙特的威胁主要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跟老式战机，枭龙3对付这些完全就是杀鸡用牛刀。而且巴基斯坦派去的不是单一的战机，而是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。除了枭龙，还有伊尔 78MP 空中加油机、萨博2000艾利眼预警机，形成了预警、指挥、拦截的完整闭环，能24小时守护沙特能源设施，比沙特自己养一支空军划算10倍不止。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的飞行员训练强度堪比魔鬼训练，战术素养经过实战检验。之前印巴空战，巴基斯坦飞行员驾驶枭龙，直接击落了印度的米格21，还俘虏了印度的飞行员，一战成名。这样的战斗力，沙特能不放心吗？最后巴基斯坦的战略布局绝对能实现小国破局，因为它的布局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长远之计。第一，军事上靠沙特的资金升级枭龙生产线，提升自己的军事工业水平，以后不用再依赖别人进口武器。第二，外交上靠美伊斡旋跟访问中东3国，提升国际影响力，成为南亚加中东的关键棋手。第三，经济上打通中东能源通道，解决自己的能源困境，同时靠军售跟援助解决经济问题，反哺国内的发展，
这3步环环相扣，步步为营，完美复刻了《孙子兵法》，谋定而后动，知之而有得。巴基斯坦的布局给所有的小国提供了一个破局范本。小国想要在大国中博弈生存，甚至崛起，靠硬碰硬肯定不行，靠依附大国只能任人摆布，唯有借势而为，谋定后动，用谋略弥补实力的不足，用布局掌控主动权，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，甚至改写格局。咱们再说说美伊2次谈判的前景。根据目前的消息美国向伊朗提出一揽子方案，希望伊朗全盘接受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不符合谈判的逻辑。而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提交了10项停战条款，回应美方的15点计划，这说明双方至少有谈判的意愿，只是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。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，只要能抓住双方的痛点，继续斡旋，促成双方达成共识，就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，甚至成为中东格局的关键变量。另外伊朗军方已经放狠话，要是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，就会阻止波斯湾、阿曼湾跟红海的进出口活动。这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，无疑是一场灾难。而巴基斯坦的斡旋不仅能缓解美伊矛盾，还能保障全球能源安全，这也是巴基斯坦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筹码。毕竟全球各国都不想看到中东战火再起，都不想看到能源价格暴涨，而巴基斯坦恰恰是那个能稳住局面的人。还有一个细节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，伊朗在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参与下，完全有能力保障中东地区安全，前提是美国停止军事干预。这其实是在给巴基斯坦递橄榄枝，邀请巴基斯坦参与中东安全保障。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，又是一个提升影响力的好机会。一旦巴基斯坦能参与中东安全的保障，就能进一步打通与中东各国的关系，扩大自己的战略布局，彻底摆脱印度的围堵。反观美国，现在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，深陷中东战场，消耗巨大，想体面退场却拉不下脸，想继续打压伊朗却又力不从心，想拉拢中东国家却又失去了信任。而巴基斯坦的崛起无疑是给美国中东战略泼了一盆凉水。美国想掌控中东，却没想到被一个南亚小国悄悄抢了话语权。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也是道德经所言，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弱小的力量往往能撬动强大的格局。说到这儿，咱们总结一下，大批枭龙战机降落沙特根本不是简单的保镖雇佣，而是巴基斯坦下的一盘3维大棋，以枭龙为鉴，镇住美伊，守护沙特，挣得眼前利益；以斡旋为桥，连接美伊，提升地位，获得国际认可；以战略为纲，布局中东，打通通道，实现长远发展。巴基斯坦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靠国土面积、GDP 总量，而是靠战略智慧、布局能力。而印度之所以只能在旁边干瞪眼，就是因为他不懂伐谋，只懂得伐兵，只盯眼前的小利益，却忽略了全球格局的变化，最终只能沦为全球笑柄。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，想要成功，想要破局，都要学会谋全局、算长远，不能被眼前的小利所迷惑，更不能被一时的困境打倒。唯有心怀大局，脚踏实地，才能在变局中破局，在博弈中突围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大招下期再见。